当老板对你说，每天去这几十个网站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重点资讯，每天都整理成表格出来，我的反应，执行 N8N 工作流，一键完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大家生命都有的某 Kevin。上一部影片试着用4大诀窍搞定了用 RSS 来整理资讯标题，那这次继续来完成这个目标，让 GPT 自动评分资讯标题吧。那这次一样，我们先想象本次的目标主题是什么。第一个，把新闻丢给 GPT 评分。2，把想要的资讯整合到 Notion， 比方说想要整合标题、新闻时间、作者、连结、评分，或者是 RSS 来源名称等等的。那第三个 ，RSS 的内容不要重复导入，除非你家里有矿，不然重复的标题丢给 GPT， 除了浪费时间还浪费 tokens。那虽然 RSS 新闻都会有发布时间，但就会需要知道判断时间，比方说你需要知道如何取得现在的时间。第二个就是你会需要储存时间，比方说你会需要知道上一次工作流执行的是什么时候。OK， 那目标想象出来了，继续使用上次提到的其他诀窍，那剩下的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然而这次却没有那么简单。我总共花了好几个小时，大致上踩了10种坑。那这次影片也是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解题重点，希望以后大家处理类似的问题可以少踩点坑。那首先前3个问题还属于比较轻松愉快好解决的。第一个，部分的 RSS 网站没有资料，这个我上次影片就解决过了，就是增加一个 if 的节点来判断它有没有标题，搞定。第二个，有些网站有时候读不到资料，可能是部分网站有访问限制，比方说它会限制你多久时间内不能再次读那个网站。那你测试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拿别的网站测试，然后实际在使用的话，你工作流也不要设定的太频繁，比方说你1个小时跑一次，那应该很够用了吧？搞定。第三个，那有些网站它应该是 Feedly 特制的，或者是说有些网站它的标题有乱码，那这个处理难度应该比较高，而且应该只有少数网站有这种问题，所以我就先跳过不处理了，搞定。那再来2个多花一点时间的问题。第4个是有些网站没有作者栏位，这个就稍微有一点棘手。一开始我记得我原本想用 N8N 中的逻辑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原本想说应该写得出来，但我后来觉得这样看起来流程可能会比较复杂。那加上我之前的这部影片，这时候我就有发现说，在抓上一个节点资料的时候，可以用表达式 expression 来表现。那表达式这个名词看起来很高深，但讲白话其实就是可以定一个表达方式来做事情。比方说，我那时候我在抓前面的节点的 JSON 格式资料，所有要填资料的栏位都可以拖移到这个栏位里面。那 N8N 就会帮我写成表达式，而且可以直接看到说，如果是这个表达式，那读到的是什么东西。所以只要知道 N8N 的表达方式的规则是什么就好了。而之前的摸索的过程中，我记得所有在填资料栏位这边都有个箭头，都能点开来看，比较方便。然后在这个画面的右上角都会有写着 anything inside 括号 is JavaScript， 也就是说它所有在双层括号里面的内容都是 JavaScript。JavaScript 这个词我看过是一种程式语言。那我问 ChatGPT 应该很好解决吧？那一开始我就是问 ChatGPT 说，我需要 N8N 表达式，然后让它可以用 JavaScript 帮我写，然后前面的资料是什么，然后我想要输出的东西会怎么样这样子。那它给出来的答案贴在表达式里面看起来都不能用，然后后面再继续问，就是感觉越来越奇怪。那因为我这边用的是 GPT 3.5， 所以我后来又改用 GPT 4又问了一次，然后一样贴一样的内容，然后它给出来的东西又更奇怪，因为这很明显看起来贴进去应该没什么用，然后贴进去也确实没用。然后我后来又尝试改了，把表达式改成英文，就只有这个改成英文单字。它又给了类似那个 GPT 3之前的答案，然后我又多问了
几下，然后它最后给出一个这样子的内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有点合理，我就用大括号把它包围起来，然后尝试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写，然后最后我是改写成像这样子，拿一个节点的名称，然后 JSON 作者，问号后面是作者，然后在冒号后面是空的符号，然后结果这样就可以了。原本是可以运作，我就觉得哦好，那就正常运作吧。然后但是这边也还是怪怪的啦，就是比方说他第二个作者确实是empty， 但是第一个其实是有作者的，那但是这边显示也是 empty， 就有点怪怪，就是这个方法可能不是一个很正规的做法吧。然后后来我又问了 GPT 一下，问他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程式码叫做一个3元运算子，然后我才知道哦，原来它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最前面的条件，然后问号后面接着一个值1，然后在冒号后面接着一个值2。那这个解题过程嘛，不能说是轻松写意，只能说是我也太有慧根了吧，这样也能掰中。总之就是学会一个新的技能，一些判断就可以靠这个3元运算子在表达式里面做，又搞定一个。下一个问题，再来是一些错误讯息。那这些错误讯息之前在 RSS feed read 的节点中有出现过。那我上个影片有设定过这个失败仍继续 continue on fail， 就是之前在摸索 N8N 的过程中，就是我记得说每个节点右上角都会有个齿轮，然后偶然点开发现的。那这是随着我测试的工作流次数多了之后，这个错误也比较容易出现在 Notion 的这个节点中。然而在 Notion 这个节点，因为它要处理的新闻量很多，所以很容易出问题。比方说这些错误讯息应该都是因为 Notion API 可能调用太频繁，或者说偶尔有网络异常导致出错。那如果每次处理的有几十上百条新闻，那中间只是因为一个东西就出错就全部重来，那就很麻烦。所以失败几次之后，我就也试着把 Notion 的这个节点的 Continue on Fail 选项打开，那后面就没有出错了，那又搞定一个。下一个问题，接下来就是把标题丢给 GPT 评分了。那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除了上次提到的诀窍，就是现在可以用引号的方式把要请 GPT 处理的内容包围起来。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这边 prompt 我改用英文。那这个重点就是也是另外一个 GPT prompt 工程的小诀窍，就你可以用英文 prompt 给 GPT， 那 GPT 通常就会理解的比较好一点，而且处理速度也会比较快。虽然中文应该也是可以的，但像这种批次的工作，我们当然会希望它快一点。那不要说什么我英文又不好，其实我也是靠我很弱的英文程度加上 Google 翻译来做成这次的 prompt， 所以顶多就多试几次吧。而且如果你觉得 Google 翻译不够好，那你可以用ChatGPT 来做翻译。那不过拉回这个错误的讯息问题，那这个 code 429它是一个什么意思？那它的意思是说，达到请求的速率上限。什么？竟然被说太快？就是我使用的 GPT 3.5 Turbo 模型，它每分钟是3500个请求上限，或者是9万个 token， 这应该很难达到才对。但我推测就是OpenAI 的这个节点，在一个网站可能比如说有100则新闻好了，那它可能在这个节点一次送出100个请求，所以可能很容易就达到这个上限。然后我就原本尝试看看能不能增加一些判断的节点，比方说 weight 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，结果都没有用。然后我甚至还尝试过说我能不能把新闻切割，然后再分批给 OpenAI， 然后这边搞了很久我也研究不出来。但最后搞定的方式也是我发现右上角齿轮的设定里面，它也有一个如果失败就重试 retry on fail。 那把这个选项打开后，还会出现最大重试次数 max try 跟重试等待时间 wait between try， 然后这边是毫秒。那我只要把最大重试次数设成5，它最大也只能设5啦。然后等待的时间设定成5000毫秒，也就是5秒，然后后来也就都没有出错了。发现这个设定后，我有把之前容易做错的 Notion 节点上面加上这个选项。OK， 那又搞定一个。那下一个问题，
GPT 的回应不纯。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只需要 GPT 给我一个分数的数字。那这边我做各种测试，大致上我总结出来的结果就是说，你的指令要简单清楚。像是第一个就是你的评分标准需要是2个反义词，比方说，假设我要求1分代表不重要，10分代表很有趣，那这样对 GPT 来说它就很奇怪，就是如果是不重要但很有趣的标题，那它可能就会出现选择障碍，然后会给你一堆分数，或者开始跟你讲话说什么东西之类的。那我觉得 OK， 这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语文逻辑不对。那或者是说你要跟他明确说你要的是整数，像我一开始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觉得1到10分就是都会跟整数，但是 GPT 有时候就真的还蛮奔放的，他竟然给我小数点的分数，那我还真不能说他错，所以 OK， 这也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把话说清楚。这到最后是使用这段 prompt， 那大致上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把标题评分，然后1代表很无聊，10代表很有趣，只回应整数的数字，然后在冒号的后面给它标题。那虽然这个 prompt 也许偶尔还是会异常，但应该已经很稳定了。那我们就先当作搞定。然后下个问题，我尝试用 ChatGPT 让它帮忙更改 N8N 的工作流。那像我这次的目标题目不是有一个是想要增加 RSS 来源名称到 Notion 中嘛？那我一开始想到的是说有最一开始的节点，而不是一个 JSON 格式嘛？那除了网址，可不可以把网站的那个名称一样加进去？那我一样像上一集一样，就是我用 ChatGPT 帮我写 Python 代码，也是很快就搞定了。但后面就比较不行了，因为像是我不太能理解我的这个流程中，为什么我设定的这个 type 没有办法把这个值传到后面。前面我在问 ChatGPT 表达式的时候，它的回复有一点帮助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可不可以把 N8N 的工作流，因为是 JSON 格式嘛，他不是很擅长写 code 嘛，那我把整个工作流贴给他看。那结果问的结果就是说，可能因为 ChatGPT 的 N8N 内容训练很少。而且 N8N 本身是很新的东西，所以可能它的答案比较旧，或者说它可能还没有很理解这些内容，以及像是 ChatGPT 它可能有时候会回给你 JSON 格式，但我试了几次就是都没办法贴在 N8N 上面。然后而且我其实想要理解它的 JSON 格式在讲什么也很难，因为我本身也不理解N8N JSON 设计逻辑，这方面也不像程式语言一样有其他资料可以查。就是总之就是我帮大家踩坑了这样。那 ChatGPT 短时间内应该没有办法像帮忙写程式这样子帮你修改 N8N 的工作流。那最后还是就是靠查资料，然后加上自己的逻辑跟测试，那我才发现说有一个叫merge 的结合用的这个节点，可以把资料组合起来，然后再一起往后传递，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虽然说 ChatGPT 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啦，因为它可能会给你一个大致的指导方向，但就是可能比较抽象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如何跑完全部才写入时间？那这个状况是这样，就是这次目标不是还有一个RSS 的内容不要重复导入吗？所以我首先会先需要知道怎么样取得当前的时间。那我查了一下论坛，然后我发现说有一个 time zone 的表示法 ，OK 搞定。然后以及就是这个时间要怎么存下来，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论坛，然后看过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，结论就是说可以写在数据库、档案或者是动态资料。这个档案跟动态资料我没有怎么懂，但是我想到说数据库的部分，所以我后来就想到我可以把资料写在 Notion 的数据库啊，所以这就搞定了。但想到写在 Notion 的数据库方法后，我却卡在一个问题。我的逻辑是这样子，比方说在一开始启动的时候，那我这边会有一个现在的时间，然后把这个现在的时间存在 Notion 里面，然后把它存叫做N8N 最新启动时间好了，然后比方说现在的时间是6月2号凌晨这样子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在Notion 数据库中这边也在设定一个叫 RSS 读取起始时间。那譬如说我设定成5月20好了，那就代表说我要读的新闻就是从5月20号之后开始读这样。所以我从 RSS 这边读出来的新闻，它都会有一个发布时间，然后我只要增加一个if 的节点去检查说它如果发布时间是在刚刚这个
RSS 读取起始时间之后的新闻，那我才丢给 GPT 去做分析。等到全部的 RSS 都判断完之后，就是我才把刚刚的这个最新的启动时间去覆盖这个 RSS 读取起始时间。那下一次工作流启动的时候，这边因为已经改成就是譬如说6月2号的凌晨启动的时间好了，那它理论上就会只抓出在6月2号以后的新闻，这样一来就不会把重复的标题再丢给 GPT 评分一次了。逻辑这样没错吧？我真的是太佩服我自己了。然而这次依然没有那么简单，就问题是这样的，比方说我有2个以上的网站，然后这些节点就算走到这边之后，就是它有2个东西，它执行完其中一个网站的时候，它就会先往后传一次。然后我一直搞不懂，就是这个批次拆分的这个东西的逻辑。我甚至把这条线就是这样子把它接到这个后面。它一样就是2个物件，它一样会送2次时间，也就是说，第一这个网站执行完的时候，这个日期就已经被覆盖了。执行第2次网站的时候，它就变成读不到5月20号以后的东西，因为这时候这个时间已经被改成6月2号了。那最后我也是翻了很多，就是跟批次拆分这个节点有关的范本。那最后在官网范本，发现，在节点结束竟然可以这样子写。然后让批次拆分在结束全部的东西之后，才继续后面的动作。那我到现在也还没有看懂为什么可以这样写，就是也许这只是一个 N8N 自己的规定，反正我还没有找到答案。如果知道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帮大家解答嘛。那反正对我来说能运作就好，那我就当做是搞定了。下一个问题，第10个就是分数漂移的问题。那因为前面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，就是工作流都很顺畅，所以我就可以就是多测试几次。但是我发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相同的 prompt，GPT 给出的分数就是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，而且分数标准的浮动还蛮大的。但这个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，我觉得还蛮好解决的，因为我之前有看过 OpenAI 的一个提示词的课程，那里面有提到过，就是你可以透过降低温度 temperature 这个参数，减低 GPT 回应的变化。那如果对 GPT 自动化有兴趣的人，我很推荐你去看这堂课，就是它从之前4月底左右的时候推出，到目前为止我看它都还是免费的一堂课，而且可以直接在上面测试 GPT 的回应，那非常的佛心，所以连结我放在底下资讯栏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。温度的这个参数它预设是1，然后最低可以是0，那0的话就代表说几乎不会有变化。那如果我们要请 GPT 帮我们做像分析或者是评分这样子类型的工作的话，那我们会希望它的答复尽可能是不要太多的变化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温度设定成0，那这样得到的分数就会稳定多了。那像我的4次的测试中，就是分数几乎都是一致的，那只有1次其中的一个标题它从8分变成9分。到此为止，就是GPT 自动评分并整理到 Notion 的这个功能大功告成啦。那这边的完整流程大致上就是从这边点击之后，这边会抓取开始时间嘛，然后把 RSS 的内容就是往后去传递，就跟之前的一样，那只是说这边增加了一个，就是我抓它的名称，我把它取叫做 type，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结合，然后这边也跟之前一样，就是检查有没有标题。那只是我这边也增加了一个去取得用来判断上次的读取时间，然后一样在这边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在这边做时间的判断，就是刚刚提到的，我会去比较 RSS 时间跟我的最后要起始的读取时间，然后比较新的内容才会传递到 OpenAI 里面去让它做评分，然后最后再把它塞回 Notion 的页面，然后这边就是刚刚讲到的增加一个判断，就是全部的都结束之后，就是这段神奇的代码，然后才让它继续往后，然后把刚刚最开始的那个时间去覆盖到这个时间这样子，那整个就大功告成了。
既然你整理到那个 Notion 之后，那比方说你可以在这边增加一个比如说 checkbox， 那比方说已读打勾之后就是代表说这个东西是你读过的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设计成说你用分类的这个版型，那比方说按分数去排分类，9分的在最上面，8分后面，那5分再跟后面这样子之类的。那你可以只读你觉得重要度比较高的文章，那你就可以做成各式各样自己想要呈现的版型了。不过就像之前这部影片说的，就是虽然这个工具我短时间内还是不会用它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预期到 GPT 自动评分就是能够超过我自己的判断嘛。那当然即使如此，在这次的下半部的研究过程中，我学到哪一些技巧呢？第一个是时间的判断方法，第二个是资料库的记录方法，那第三个学会 merge 节点的组合资料这样的方式，然后第四个是更熟悉 N8N 中资料传递的过程，然后第五个是神秘的这个 no item left 的这个写法，那第六个是更熟悉 GPT 的提示工程。那这些技巧如果你要设计成其他的自动化流程，都很有可能可以用得上的，完全不亏，对吧？后续可以做什么呢？像这次的工作流，比方说第一个可以像把 RSS 那段的 code 的内容把它改写成去读一张 Notion 的表，你可以利用刚刚提到的技巧，它里面表的内容可能是网址跟站点的名称，那甚至可以加上分类。那比方说有分类的话，你还可以把不同的 RSS 站就是分成一类，比方说有一个科技类的标签，或者是说新闻类的标签，这样分一类。那比较杂的资讯在 Notion 中，你就也可以做很好的整理。那第二个是你可能可以针对不同的网站去做不同的事情，因为比方说像假设刚刚已经是调用 Notion 中的表了，那你可以在 Notion 说那你某个网站你要做什么事情，比方说某些网站你的 prompt 是它还要把标题翻译成中文，然后或者说有些网站的资讯它可能有盘中速报，这个内容就是我很不想看，那可能这个内容就不要分析之类的。那第三个最后就是你可以延伸这些技巧，就是虽然自动化的工作已经行之有年，但是在 ChatGPT 出现后，自动化的工作我觉得发生了质变。过去的你即便会自动化，你也很难用程式去把标题做评分，那更何况现在 GPT 可以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。你可以让 GPT 帮你自动写回复，你可以写成一个半自动回复系统。为什么半自动？因为如果你写成全自动，客户发现的话，他可能会跟你的系统玩，浪费你的 token。那你可以让 GPT 帮你把所有的用户信件每天都做量化分析，比方说你可以分析今天全部的用户他们的情绪到底是开心还是生气，总共有多少人，那如果他们反馈的问题是哪一类的问题等等的，甚至可以请他除了每天的总结，每周再自动做一个总结的报告，或者说你分析的可能不是信件，你可能是粉专的小编，那你可不可以让 GPT 去分析粉专等等诸如此类。那反正过去难以靠程式达到的工作，现在都成为可能，而唯一阻止你的就只有你的想象力和行动力。好啦，那说了那么多，这次的研究挑战总算是告一段落，那接下来我要准备玩暗黑4。接下来我要好好构思后续的题材。那一样本次提到的 Python 代码和 N8N 工作流的 JSON 代码，我一样放在 Notion 中，连结会放在底下资讯栏。那怎么样参照里面的资料套到你的 N8N 工作流，一样可以参考之前这一期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或者你想了解哪方面的题材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拜拜。